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，幾家內地大銀行做了一個很多人沒有留意的動作，日中清算後，他們按公告停辦或關閉代理上海黃金交易所的個人貴金屬交易功能。聽起來像一條內地銀行新聞，但真正值得看的不是金價明天會不會漲，而是這個問題：你買的黃金產品最後能不能變成實物？我是 Chief Papa 張志雲，投資超過34年，我是一個逆向的價值投資者。所謂逆向，就是跟大眾反着走。別人貪婪追高的時候，我謹慎；別人恐慌跌到不敢買的時候，我反而去撿那些被市場錯殺的好公司、好價錢。因為最被誤解、最沒人敢碰的地方，往往就藏着下一隻10倍股。我不報名牌，我教你自己算得出、看得懂，因為我是真心想你靠自己的判斷賺到錢，少走冤枉路。如果你想抓短線買賣點，我們 Rich 那條美股線會更適合你。如果你想學會分辨好生意、好價格，這條線就是為你準備的。就算你一隻股票都沒買過，也沒有內地銀行戶口，這條片你一樣看得懂。因為香港有紙黃金，台灣有黃金存折，券商有黃金 ETF， 平台也有黃金合約，名字都叫黃金，但有些是實物，有些只是按銀行、券商或平台規則買賣和結算的權利。這不是中國禁止買金，也不是叫你猜金價。今天我想帶你看清楚銀行到底停的是什麼，紙面黃金和實物黃金差在哪裡，普通人應該怎樣用這件事檢查自己的投資。要回答這個問題，第一步不是看金價，而是先看渠道。現實裡，普通人買黃金大概有4條路。第一條路是實物黃金，你去金店、銀行或者貴金屬商買金條、金幣、金飾，這種最接近黃金本身，但你要處理保管真假、買賣差價和流動性。第二條路是銀行或平台的賬面黃金，香港有紙黃金，台灣有黃金存折，馬來西亞也常見黃金投資賬戶，他們買賣方便，但重點是你能不能提取實物。如果不能，它就不是你家裡放了一條金條，而是一筆跟金價掛鈎的賬面權利。第三條路是黃金 ETF， 你透過券商在交易所買賣，像買股票一樣方便，流動性通常比較好，但你拿到的是基金份額，不是自己直接拿着金條。第四條路是期貨、差價合約、延期、保證金這類黃金合約，這些更偏交易，風險最高。很多投資小白以為自己在買黃金避險，其實是在用槓桿做投機。所以很多散戶一看到交易渠道改規則，就馬上問買不買、賣不賣、會不會漲很多。但如果你連自己買的是實物、賬面記錄、基金份額還是合約權利都不知道，問金價其實太早了。就像你買樓之前要知道自己買的是業權、租權還是一份收益權，買股票之前也要知道你買的是一間公司的股權，不是一個股票代號。買黄金也是一樣，第一件事是分清入口和資產。銀行不是黃金本身，券商不是黄金本身，平台也不是黄金本身，它們只是入口。入口可以讓你查價、交易、結算、買入、賣出。所以普通人很容易把入口當成資產本身，但入口可以改規則，可以停辦，也可以要求你在某個時間之前處理持倉。你買一條金鏈，金店關門，金鏈仍然在你手上。你買一個金融產品，平台功能一改，你真正要看的就不是交易畫面上寫了什麼，而是合約和權利怎樣寫。所以我們先把角色看清楚，買家是你，入口可能是銀行、券商平台，清算和交易系統決定交易怎樣對數，權利怎樣轉移，最後還有實物和倉庫，也就是金條究竟在哪裡，由誰保管，能不能提取。這樣一看，你就會明白，黃金不是一個按鈕，你按下買入之後，背後還有一條路，
錢出去，權利經過平台和清算系統，最後能不能碰到實物，這才是關鍵。如果你買的是方便交易，它可以是價格工具；如果你買的是保護財富，就要問得更深，有沒有實物支持，由誰保管，能不能提取，極端情況下是交割黃金還是現金結算。有了這張地圖，再看7月24日的銀行公告，就不會只停留在我有沒有內地戶口這個層面。把公告拆開看，其實很簡單，銀行不是把世界上的黃金收走，也不是把所有買金渠道關掉，它停的是一個代理入口。原本客戶可以透過銀行、手機銀行、網银或者櫃面接入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個人貴金屬交易。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公告也講到，關閉代理上海黃金交易所個人貴金屬交易業務功能，並提醒有持倉或現貨庫存的客戶盡快賣出或平倉。這裡最重要的不是銀行2個字，而是代理2個字。你不是走進金店把一條金放進自己口袋，你是透過銀行這個入口去使用一套交易和結算規則。入口關掉之後，你的操作就要跟着公告和協議走。工商銀行提到，關閉後持倉客戶的平倉、賣出和提貨操作權限會受限制。建設銀行更講得很直接，若客戶仍有持倉或現貨庫存，銀行會按協議擇時賣出庫存或強制平倉，所得資金自動滑到簽約賬戶。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我要由你買的是什麼權利開始講，因為這件事不是說你不能再接觸黃金，而是提醒你，只要你的黄金是透過某個金融入口持有，入口的規則就會影響你怎樣退出、怎樣提貨、怎樣結算。官方講的是防範業務風險，保護投資者權益，這個理由本身合理。因為延期、保證金、競價交易對普通個人投資者來說風險不低，很多人以為自己在買黃金避險，實際上可能是在做高波動交易。金價短期反方向走，你可能要補保證金，甚至被迫平倉，這不是保險，這是槓桿。所以你要看清楚誰最急。銀行最急的是把一個風險越來越高，又容易被普通人誤會成避險工具的交易入口收回來。有槓桿或延期持倉的人最急，因為他們要在限期前處理倉位。真正做長線資產配置的人，反而不應該每天被這類入口變化牽着情緒走。看清楚誰最急，你就比較不容易把短期交易壓力誤會成黃金長期價值本身出了問題。但投資者不能只看表面行政安排，也要看大環境。如果只是某一間銀行停一個小功能，資訊量不大，真正值得看的是2件事同時出現，一邊是部分銀行收窄個人紙面貴金屬入口，另一邊是上海和香港在加強實物黃金的交割、清算、倉儲和價格發現。這2件事放在一起，意思就不一樣。它不是在告訴你短期金價一定大漲，它是在問市場，未來黃金價格是繼續主要由紙面合約定價，還是實物交割會慢慢有更大影響。因為紙面合約越方便，普通人越容易忘記自己買的是什麼。實物基建越完善，市場就越有條件重新問誰有實物，誰能清算，誰能交割，誰的價格更能代表真正需求。我不會說中國會立刻揭開黃金真實價格，金融市場沒有這麼簡單，但我會說這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制度信號。紙面交易入口收窄，實物基建加強，代表市場正在提醒大家，黃金不只是賬戶裡的一筆持倉記錄，黃金是一套權利和交割系統。那什麼叫紙面世界？假設市場裡只有一條金條，如果每個買家都要求拿走實物，這條金條只能賣給一個人，這是實物世界，很慢也很老實。但如果大部分人買黃金只是想參與金價漲跌，不是為了拿走金條，平台就可以設計合約，你買一份，戶口裡顯示你有黃金，其他人也買，戶口裡也顯示有黃金，
只要大部分人最後都用現金結算，系統看起來就沒有問題。紙面市場本身不一定是壞事，它提供流動性，降低交易成本，也讓普通人更容易參與黃金價格。真正的問題是價格由誰決定？如果市場價格主要由紙面合約決定，而紙面合約的數量可以遠遠多過實物黃金，那麼你看到的供應就不一定等於金庫裡真正可以交割的金屬。平時大家只是買賣那張紙，價格就會被紙的供應影響。真正壓力來的時候，大家不想要承諾，只想要實物，市場就會問承諾有多少，金條又有多少。所以黃金 ETF、銀行賬面黃金、實物金條、槓桿合約不可以混在一起講，它們都可以有用途，但用途不一樣。你本來想買一把傘，結果打開才發現只是一張寫着我承諾給你一把傘的紙，平時沒有下雨，大家覺得差不多，一下大雨分別就出來了。這就是7月24日新聞給我們的真正入口，它不是要你恐慌，而是要你回頭問，我買的那個黃金產品究竟是傘還是承諾？你可能會問，這是不是只是理論？紙面承諾和實物資產不一致，真的會改變市場嗎？答案是會。歷史上最清楚的一次就是1968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美元成為全球貿易和儲備的核心貨幣。為了讓其他國家相信美元，美國給了一個承諾，外國政府手上的美元可以按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價格換回黃金。這個承諾的意思很簡單，你拿美元就等於拿到一張可以換黄金的紙。一開始大家相信這個制度，可是後來美國開支越來越大，戰爭、社會計劃、海外承諾都需要錢，錢不夠就發更多美元。問題來了，美元可以增加，金庫裡的黃金不會跟着自動增加。外國政府不是看不懂數學，紙面美元越來越多，實物黃金沒有同步增加，每一張美元背後可以分到的黃金其實就越来越少。於是一些國家開始做一件很理性的事，既然你承諾35美元可以換1盎司黃金，而我懷疑這個承諾將來守不住，那我就趁現在拿美元去換金。這不是陰謀，這是人性。為了守住35美元這個價，美國和幾個歐洲國家組成倫敦黃金總庫。每當市場想把金價推高，他們就拿實物黃金出來賣，壓住價格。表面上守金價，實際上守美元信用。但實物需求越來越大，壓力越來越重。1968年3月，倫敦黃金市場被迫關閉。之後，市場出現兩個價格，一邊是央行之間維持的官方價，一邊是自由市場自己走出來的價格。到了1971年，尼克遜宣布美元停止兌換黃金，美元和黄金的直接掛鈎正式結束。這段歷史最值得記住的不是金價後來漲了多少，而是那個順序，先有紙面承諾，承諾越來越多，接着有人要求實物，最後市場發現承諾和實物不是同一回事，價格機制就是在這一刻改變的。所以1968年不是拿來嚇大家，它是一張地圖，幫我們看懂今天的問題。當一個市場太習慣紙面定價，實物需求一旦回來，價格就可能重新被問價。講到這裡，我們就可以看上海和香港。如果紙面市場像一個很快的電子報價系統，實物市場就像一把很重的秤，它不只問你願意出多少價，還要問金條在哪裡，怎樣交割，誰來清算。上海黃金交易所的重點是實物交割，香港的重點是國際資金通道、清算、結算、倉儲和場外市場。2026年7月7日，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開始試營運，同時推出與上海黃金交易所的首階段實物聯通，還有香港市場自己的 HAU 價格代碼。香港正在把交易、清算、結算、倉庫和實物進出接起來。紙面合約不需要倉庫，但實物黃金要流動，就需要指定倉庫、保險、物流、精煉、清算規則和參與銀行。
香港政府也提到，目標於3年內把香港總儲存容量擴展至超過2000公噸。為什麼要提前修這麼大的倉儲？合約不佔空間，只有實務才佔空間。所以這不是一句口號，而是一個基建方向，代表有人預期未來會有更多實物黃金需要存放、流動和交割。我不會把這件事講成東方明天接管金價，這樣講太簡單也太危險。倫敦和紐約市場仍然很深，國際定價也不會一天改變，但方向值得注意。如果亞洲本來就是全球黃金需求很重要的地方，而上海和香港又慢慢把實物交割和清算基建做起來，未來黃金價格發現可能會多一個重要重心。銀行公告只是門口那一聲敲門，真正的房間裡面是紙面承諾、實物交割、價格發現和亞洲黃金基建。那普通投資者應該怎樣看？不用每天猜金價，真正有用的是接下來看2個燈號。第一個燈號是紙面價格和實物價格會不會拉開。正常市場裡，一個東西的索取權和這個東西本身價格不應該差太遠。當然，實物金條會有加工費、運輸費、保管費和買賣差價，所以不可能完全一樣。但如果有一天市場明顯願意為實物黃金付出很高溢價，而紙面合約價格沒有同步反應，這就代表市場開始問：我信不信那張紙？你不需要自己走進每個金庫數金條，你可以觀察實物金條買賣差價、黃金 ETF 和現貨金價有沒有異常偏離，交易所倉庫數據和交割量有沒有變緊。這不是叫你短炒，而是讓你知道市場有沒有從相信承諾慢慢轉向要求交割。第2個燈號是央行怎樣做。2026年第1季度數據顯示，全球央行淨買入黃金約244噸。2026年的央行黃金儲備調查也顯示，45%的受訪儲備管理者預期自己機構未來12個月會增加黃金持倉。央行買黃金不是為了下星期賺差價，他們問的是更長遠的問題。如果我手上太多資產都是別人的負債，太多儲備都依賴別人的信用，那我是不是需要一些不屬於任何政府負債的資產？這和我之前一直講的美元通脹和去美元化風險是同一條線。美元短期不一定崩潰，這個我也講過很多次。不要整天說世界末日，但不會明天崩潰，不等於你可以完全不防。投資不是預測末日，投資是管理萬一。黃金的角色就是在紙幣信用受壓、通脹侵蝕購買力、地緣政治不穩的時候，幫你的資產組合多一層保險。但保險不是拿來全部身家買的，保險是配置，不是賭博。講到這裡，普通家庭其實不用把所有產品背到很熟，你先問自己一個更實際的問題：我買黃金是為了哪一個用途？如果你是想留一點資產在金融系統外面，最貼近這個目的的是實物金條或金幣。它的好處很直接，你看得見拿得到，但代價也很現實，買入賣出有差價，保管要小心，買錯渠道還有真假和回收問題。金飾就更要分開看，因為它有工費和設計溢價，很多時候不是最純粹的投資工具。如果你只是想在資產配置裡放一點黃金，不想自己保管，黃金 ETF 通常比較容易操作。你透過券商買賣，交易方式像股票，價格透明度和流動性也相對好。不過你要知道 ，ETF 方便不等於你可以拿金條回家。你買的是基金份額，所以要看費用、追蹤方式、托管安排，以及基金本身怎樣持有黃金。如果你要的是買賣方便，銀行的紙黃金、黃金存折或者一些黃金投資賬戶確實很吸引，他們適合看金價做換手，但最關鍵的一句永遠是能不能提金。有些可以提，有些不可以，有些只是賬面買賣，有些只做現金結算。
這不是好壞問題，是用途問題。你不能拿一個本來為交易設計的工具當成壓力時候的實物保險。至於期貨、差價合約、延期、保證金這類產品，我會把它們放在另一個格子。它們不是普通家庭保值的入口，而是交易工具。你要面對槓桿、補倉、強制平倉和平台風險。金價方向看對了，倉位太大也可以出事；方向看錯了，更加不一定等得到長期。所以買黃金不是先問哪個最便宜，而是先問哪個最合目的。怕購買力慢慢被通脹吃掉，可能是長期配置；怕金融系統出壓力，才會更重視實物和提取權。只是想參與金價波動，那就是價格工具。目的講清楚，渠道才會講清楚。很多人投資輸，不是因為他不努力，而是他把工具和目的配錯。想避險，買了高槓桿；想長期配置，天天追短線；想保留實物，結果買了不能提取的賬面產品。黃金不是不可以買，而是你要知道自己買它來做什麼。這個問題答清楚，才輪到我們談倉位、價格和時機。今天這件事最後要回到普通人的財富安排。買黃金要看權利，買股票要看生意。這兩句話其實是在講同一件事。你不要只看表面的名字，要看底層到底是什麼。黃金有它的位置，它像保險，可以幫你防通脹，防紙幣購買力下降，防極端時候的信任風險。但保險不是拿來每天賭輸贏的。你買保險不會希望家裡出事，你買黃金也不應該天天盼着世界大亂。黃金真正的角色是讓你的資產組合多一層防守，但防守不等於財富會自己滾雪球。長期真正能讓普通人參與經濟增長的，是用小股東的角度持有好公司的一部分。這和賭一個股票代號完全不同。賭徒問的是明天會不會漲，小股東問的是這盤生意有沒有客戶，有沒有利潤，有沒有現金流，有沒有定價權。今天的價格值不值得我成為它的一小部分擁有人？很多人輸錢不是因為完全看錯方向，而是方向看对了，方法用錯了。看對黃金長期有價值，卻用短炒心態追高；看對市場便宜，卻沒有耐性挑好公司。看到新聞說某個板塊熱門，就以為自己一定要馬上進場。方向對，不代表結果一定對。中間還有價格、比例、時間和紀律，所以這條片不能只停在黃金。今天我們看的是第一步，先看大環境、制度變化、資金和權力怎樣流動。但真正落到投資，下一步一定是當市場因為恐慌而錯殺好公司時，你怎樣分得出哪一間只是被情緒打下來，哪一間是真的變差了？這就是逆向價值真正重要的地方。真正的10倍股通常不是大家最興奮、最敢買的時候出現，很多時候它藏在大家恐慌、不敢碰，甚至看都不想看的地方。但你要有能力分辨被錯殺的好公司和真的壞掉的公司，這兩者差很遠。如果你聽到這裡，心裡問的是我看懂黃金和美元的变化之後，下一步到底怎樣落到股票？資訊欄有我的免費10倍股公益課。這堂課不是報名牌，也不是叫你追熱門股，而是先幫你建立一個最基本的判斷地圖。為什麼市場恐慌時，好公司和壞公司會一起被賣？怎樣分辨被錯殺還是真的變差？怎樣避免把便宜陷阱當成10倍股機會？我不想你做市場裡那個被新聞推着走的人，看到黃金就追，看到股票就怕，看到別人賺錢就心急。我的角色就是做你渡過風浪的燈塔，讓你一步一步建立自己的判斷。今天我想你記住一句話，黃金看起來是一個價格，其實背後是一套信任系統。2026年7月24日不是中國禁止買金，它更像一個提醒。金融市場裡很多東西看起來很方便，
但方便不等於你真正擁有。買黃金之前，先問自己，我買的是金屬還是一張承諾？買股票之前，先問自己，我買的是一門好生意還是一個好聽的故事？這兩個問題問清楚，你就已經比很多人更接近真正的投資。最後，我也想把問題交回給你，我今天有沒有漏掉什麼？你手上的黄金是實物金、黃金 ETF、紙黃金、黃金存折還是合約產品？如果銀行、券商或平台有一天改規則，你知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提貨？怎樣退出？怎樣結算？在留言區告訴我你的情況或者你的反例，我會認真看。今天內容只做教育分享，不構成任何個人化投資建議。每個人的資金風險承受能力和投資目標都不同，做決定前一定要自己研究清楚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，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，讓你更容易的吸收。我們下期再見。